最近发生了2件事，让我觉得必须做个视频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立即马上开始所谓的 vibe coding。那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制造焦虑，但我相信当你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呢，就会明白我分享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的正在发生的现实。那第一件事是关于我自己，那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很久没有更新了。不仅如此，我最近还主动取消了2个已经确认的金额超过1万美金的赞助。原因很简单，他们会去当我 vibe coding。对我而言 vibe coding 的价值远超这些短期收益，而时间是实践它最宝贵的要素。所以 vibe coding 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如此着迷？我又做了什么？我们稍后再说。那第2件事呢，发生在我去奥斯汀参加特斯拉 Robotaxi 首次试运营期间。那我跟同行的朋友老于吃饭的时候聊到他身边很多人都失业了，其中不乏硅谷大厂的程序员跟企业中层。更要命的是他们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那听到这个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它是我一早就预料到的结果，而且我相信这个进程就只会加速。事实上老于朋友们的遭遇，跟我全身心投入到 vibe coding 的决定，都源自于同一个底层理解，一个在 ChatGPT 刚出现的时候，我就形成了一个启示。数千年来一个完整的价值创造链条大致如下：想法到资源和工具到最后的结果。在这个框架当中我们个体主要扮演2种角色，拥有者或者使用者。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角色往往是后者。说的更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多数情况下都扮演着资源或者工具本身。你比如有个词叫做人力资源，这资源2字说的就是我们。同理，我们很多人其实就是工具人。那我知道把人定义为工具人可能会让你觉得感到冒犯，但想要理解这一切，我们需要先看清一个事实。历次科技革命的核心呢，都是自动化，用机器取代人力。然而无论是蒸汽电气时代还是信息技术革命，他们实现的都只是部分自动化。因为过去的机器无法完全的自行运转，他们在无数的环节都需要人作为螺丝钉去操作、维护和连接。那社会分工呢，因此也变得越来越细。一个人穷其一生呢，也可能只精通一个细分领域的工具，就能获得生存空间。你仔细想想，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工作本质上都是围绕着某种特定工具展开的。就像很多人上大学觉得学好 Photoshop 就能找到工作，甚至有些长辈把编程简单的理解为会打字儿，就是说你打字好就能找到工作。那这就让我想起IT 狂人里的一个桥段，女主角去应聘 IT 部门的职位，老板问她懂 IT 吗？她说当然，我是电脑专家。Sending emails, receiving emails, deleting emails, clicking, double clicking, the computer screen, of course, the keyboard. Got a good feeling about you, Jen, and they need a new manager. Oh, fantastic. 那这虽然是喜剧但某种程度上其实揭示了我们很多工作与工具的本质关系。当然你会说，我们的价值远超工具本身，我们还有知识和经验，这些都是无形的资产，对吧？不见得，因为当一个知识工作者必须通过持续不断的主动工作来用知识换取收入的时候，那他的知识更像是一种需要他亲自操作的高级工具。一旦他停止了工作，价值创造也就终止了。只有当他能将知识封装成一个产品、一本书、一个课程、一个自动运行的 App， 在他不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也能持续创造价值时，知识才真正的转化为了资产。从这个维度看我们大多数人所谓的知识本质上仍是工具的一种，我们依然是工具人。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否定工具人的价值，相反，我们应该感谢这个时代，它为我们每个人都提供了生存的机会。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工具人的黄金时代正在被 AI 终结。AI 带来的科技革命跟过去完全不同，它不是又一次的部分自动化，而是通往全面自动化的起点。首先是虚拟世界的全面自动化， AI 能够自行调用工具，在数字世界和知识工作中完成端到端的闭环。这是为什么这轮失业潮中首当其冲的是曾经安稳的知识工作者。AI 这个全知的通用工具，让过去赖以为生的专业壁垒瞬间崩塌。
其次是物理世界的全面自动化。那随着人形机器人的出现呢，过去我们认为安全的体力劳动也岌岌可危。那很多人不理解，就是我们已经有了扫地机器人、洗衣机了，为什么还需要造人形机器人呢？它手洗衣服能有洗衣机快吗？当然不能了。但这根本不是人形机器人的目的。人形机器人的目的不是为了取代机器，而是要去使用那些为人类设计的现存的庞大的机器系统，洗衣机、咖啡机、电脑、汽车以及工厂里的一切，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取代人。所以你看明白了吗？在这场革命中，工具依然会存在，但严重依赖操作工具而生存的工具人正在被迅速的消灭。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失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那老于跟我聊的时候还提到一个让人心里一沉的细节，他说那些科技公司它不是没有钱，他们裁掉程序员后把省下来的钱都拿去买卡了。所谓的买卡就是加倍投入到 AI 的算力当中。对公司而言，买卡比雇佣工具人的投入产出比更高。换句话说，卡和 AI 现在是资源，而工具人很快连资源都不是了。那这里我们必须要打破一个被广为流传的美好幻想，就是很多人相信科技革命总会为被淘汰者创造出新的甚至更好的工作岗位。那 Sam Altman 最近就发过一条充满善意的推文，描绘在未来的 AI 世界里人类依然会找到新的机遇，从事美好的创造。但是我想说Sam 这里更像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我之前在频道里推荐过一本书叫做 The Art of Doing Science and Research。那他作者 Richard Hamming 呢，几十年前就在这本书里对技术的发展跟社会的影响做出了精准的判断。他明确指出所谓的科技革命为淘汰者带来新机会的说法，更像是一个缺乏证据支撑的美好愿景。那这个观点我们用基本常识就能理解。汉密在书中举例说你很难想象能把一批被淘汰的煤矿工人大规模的训练成程序员。那这一点其实我多少能够作证，我父亲当年就是一名下岗的煤矿工人，在他的人生轨迹里并没能转向程序员或者任何更高级的知识工作。所以真实的情况并非是提供一些培训就能让人从低端的岗位跃迁到高级岗位那么简单。当下很多人去畅想说当 AI 替代了重复劳动之后呢，人们就可以普遍的转向创造性的工作。那这种想法多少有些浪漫主义了。正如 Hamming 在书里所说，在任何时代，真正能从事创造性工作人可能就只占人口的极少数。所以历史的真相可能更加的残忍，每一次迈向自动化的进程都必然伴随着一个阵痛期。大多数马车车夫呢没有变成汽车司机，大多数下岗工人也变不成程序员或者艺术家。对历史而言，这或许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对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个体来说，这个瞬间可能就是他的余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Hamming 其实也给出了更深层次的解释，这跟一直以来提醒大家 AI 风险的 Jeffrey Hinton 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体，我们进化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技术的进化速度。好，那么问题来了，那技术进化必然会导致大量人被淘汰，那这些被淘汰的人在历史上究竟去了哪里呢？那从宏观上看自动化带来的社会总财富的增加确实可以通过福利计划保障人们基本生活，这就给了被淘汰者一个缓冲期，去寻找新的社会角色。你比如说从马车夫变成电梯操作员，从农民变成农民工，但这本质上还只是角色的平移，从一个旧的工具人变成一个新的工具人，终究还会面临再次被淘汰的风险。而在 AI 这个趋于全自动化的时代，这种平移的可能性甚至会变得越来越少。因此历史上真正的新机遇并非像我们想象中那样是给大多数被取代者准备的，它是一种更稀缺更本质的跃迁。它不是从旧的工具人变成新的工具人，而是从工具人一跃成为工具和资源的拥有者。就像信息革命中真正的赢家不是学会了打字排版的办公室文员，而是那批掌握了互联网这个新工具并借此创造平台获取资本和社会地位的创业者。所以面
面对这场由 AI 引领的通往全面自动化的革命呢，我们每个人都正站在一个巨大的分岔路口。向左是被动的被淘汰，在焦虑中寻找下一个可能更没有价值的生存方式；向右是主动迎难而上，抓住这个100年一遇的范式转移，完成社会角色的跃迁。那我选择后者。那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急迫地投入到 Vibe Coding 当中，因为我的目标非常明确，要成为新工具、新资源的主人。那我的个人策略呢，也围绕着这个目标呢，分成2个层面。第一，成为资源的拥有者，说白了就是在新时代投资那些未来的核心资源。你比如我把相当一部分的资产投入到特斯拉这样的公司，因为我坚信它在 AI 革命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的目的就是成为未来那些自主运行的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的车队的拥有者之一。当然，要布局全球最好的生产资料，离不开一个强大的投资平台。那这里就要感谢一下长期支持本频道的 Interactive Brokers， 那它就是我用来执行这个策略的工具。那如果你对投资感兴趣，欢迎点击评论区的链接来了解详情。那你的点击呢，也会对我的频道带来收益。那我的第2个策略呢，就是主动完成个人角色的转变，成为 AI 的主人。那这个转变对于习惯了作为工具人去执行任务的我们来说，需要克服2大障碍。第一，心态障碍，就是从一个被动执行者转为主动驾驭发号施令的主人。第二，能力障碍，就是放弃对某个细分领域的执着，跳出舒适区，学习掌握更宏观、更通用的新能力。而 Vibe Coding 就是我实践这第2层战略的具体方式。等等，那你可能会问，去学习指挥 AI 不也只是成了一个新的工具人吗？并非如此，成为 AI 的指挥官与过去掌握任何一种工具都截然不同，因为它有2个核心特点。首先啊，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前提，那就是 AI 的进化速度是指数级的，无论你愿不愿意，它取代我们大多数的工作是一个必然。而面对这种必然呢，这里其实存在一个反直觉的策略，就是你不应该去躲避，反而应该及早的、深度的去使用 AI， 主动的去加速这个过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现啊，在深度使用 AI 的过程中呢，我们扮演的角色和思考方式啊，会发生最本质的变化。而这个发现呢，就来自于我们社群的一个实践。那上个月呢，我们发起了一个叫做 Vibe Code 的社群主题，还为此开创了一个专门的群组。那目的就是带领大家一起去深度的实践。在活动中啊，很多朋友都验证这一点，就是如果你还是以一个打工者的心态去指挥 AI， 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陷入对实现细节的一些纠结，反复折腾，效率低下。但是一旦你把你自己放到了管理者或者说老板的视角去思考战略，提出要求和目标的时候呢，你的效率反而会瞬间得到质的提升。所以你的思维方式就在这个过程中悄然的发生了转变，你开始思考How can I solve a bigger problem all by myself with AI？ 这就是一个从工具人向创业者、资源拥有者和问题解决者进化的过程。那第2个核心特点，成为 AI 主人的机会窗口呢，极其短暂。那所谓的 AI 的主人呢，并不是一个新的稳定的职业，而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宝贵过渡期。那2年前呢，这个 Prompt Engineer 还是一个传说中的高薪岗位，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这么说了。也许今年 Vibe Coding 是一个流行的趋势，但可能明年 AI 就已经进化到不再需要你这样去 Vibe Code 了。所以你必须在此刻，在这个短暂的窗口期，通过驾驭 AI 迅速完成个人知识、能力和资本的原始积累，赶在机会窗口关闭前，彻底完成你个人角色的转变，从一个指挥官蜕变成一个真正的资源拥有者、分配者和想法的发起人。这就是我现阶段沉迷于 Vibe Coding 的全部原因。那么到底什么是 Vibe Coding？ 那我做了些什么呢？网上对此啊，其实有很多定义，而这是我的定义。Vibe Coding 呢，就是通过自然语言，在需要的时候结合代码，同 AI 协作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它的核心呢，是让那些不一定精通代码或者复杂工具的人，也能通过清晰的逻辑思考和自然语言去驾驭 AI 的强大能力。同时，它还让精通代码的人跳出工具人的狭窄思维，用自然语言去指挥 AI， 去解决更本质的、更高维度的问题。那对我来说啊，它有3种具体的形式。
第一就是一个应用，那这里指的就是制作一个有固定用户界面的应用程序来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你比如我们社群每个月都有一个再会咖啡的活动，里面会有成员的随机配对，那我就是用Replit 这种 AI 工具呢，通过 Vibe Coding 制作的一个小应用程序来完成的。那再比如我们社群一直希望有自己的私密播客，那我就 Vibe Coding 了一个Web App， 这不仅能托管我们自己的私人播客，我甚至还可以把它开放出来，让任何人都可以用它来免费创建自己的私密播客。那这个 App 呢，我会在未来的视频里分享给大家，请大家保持关注。第二，一个自动化的工作流。那我想说就 Web Coding 你不一定非得去做一个 App， 它不一定有用户界面，你可以去做一个工作流，让它帮你处理那些耗时费力的枯燥工作。你比如拿我一个例子来说吧，就是我用 N8N 和 Gemini CLI 搭建了一整套流程，它能够自动的将社群直播的视频转成文字，提取亮点，剪辑并导出对应的短视频。那这道流程过去需要数小时的人工，那现在只需要花原来1/10的时间，甚至更少。那这背后需要的它不是高深的什么编程技术，而是我能够用清晰的语言向 AI 描述出我想要实现的步骤。AI 会帮我撰写出一整套指令，而这些指令通常也只是文字化的流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代码。那同样的思路可以用到各种地方。你比如我为社群内容做整理和分析，我就用Cloud Code 制作了另一套工作流，能够自动抓取社群网站的数据，并转化为大模型可以读取的格式，这让我能实现以前很多想都不敢想的内容洞察。最近我甚至开始用 AI 来报税、记账、管理笔记以及辅助视频制作。没错，我视频里的那些动画角色都是我跟我的剪辑师去制作 AI 工作流的成果。那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让 AI 取代所有的那些耗时间但是缺乏创造力的工作，把我的精力专注在真正有意义的事情上。第三，一个单一的解决方案，那这是我们常说的 prompt engineering 了。那相比前两者是多个步骤的复杂集合呢，它更聚焦于解决单一任务。你比如我自己有很多的 prompt 可以让 AI 稳定的生成高质量的图片、动画、播客稿件，或者帮我去润色文章、处理社群的日常工作等等。那这些虽然只是单一任务但因为他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所以也是 Vibe Coding。更重要的是这种解决单一问题的能力是未来去解决更加宏大、更复杂问题的基础。所以我对 Vibe Coding 的定义就非常的宽泛，但我认为这恰恰就是它的本意，就是与 AI 一起解决问题。那在这里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你会在网上看到很多所谓的 Vibe Coding 的案例，但在我眼中他们很多并不是真正的 Vibe Coding。我指的是那些为了探索 AI 潜能而进行的没有实际目的的实验。你比如有人炫耀自己几分钟就可以做一个漂亮的落地页，但是这个页面本身没有任何的作用，它不卖产品，也不收集客户，也没有被应用到生产环境中去节约时间、创造价值。这种所谓的尝试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它更像是对一个新玩具的3分钟热度。很多人会误以为这就是 Vibe Coding， 浅尝辄止后就宣布不过如此，或者说投向下一个热门的玩具。那尝试有必要吗？有，但是我们更应该跳过漫长的纯粹的尝试阶段，直接去 get your hands dirty， 去用 AI 解决一个我们当下真正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让它直接的去产生价值。那这里我也必须要打破另外一个幻想， Vibe Coding 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好像只要你坐在电脑跟前喝着咖啡，对 AI 说几句话，一个伟大的产品就诞生了一样。对我而言或者说对每一个真正实践过它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其实更像是一场荒岛求生。就是当你真正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是像被困在一座荒岛上，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想要实现的目标，就是远处那片代表着希望的大陆，而横在你们中间的是重重海浪，这也就是你要克服的种种难题。那在刚开始的时候AI 这个工具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一艘看起来随时会散架的小木筏。很多人看到这艘小木筏之后，再看看对岸遥远的大陆，就认为这不可能，于是就选择了放弃。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幻觉，因为你眼前的这个所谓的小木筏是可以经过你的努力被加固
提升的，它能变成快艇，变成轮船，甚至变成一架能够带你飞越海洋的飞机。但是前提是你必须不能放弃，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一定有办法可以实现我的目标。 AI 可以做到，别人可以做到，我一定也可以。所以最终一切都取决于你的求生意愿有多强。只有当你解决问题的渴望强烈到如同在荒岛求生一样， Vibe Coding 才能真正成为你创造巨大价值的强大工具。而你也在这个为木筏升级、跨越海洋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人角色的终极蜕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开始 Vibe Coding 呢？答案其实就藏在我给它的定义里，找到一个你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可大可小，既可以是你工作中某个耗费心神让你不胜其烦的琐事，也可以是一个服务于许多人的宏大的构想。那我的建议是从你个人的具体的小问题开始。那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摒弃一种根深蒂固的低效的学习模式，就是所谓的先学习工具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想成为 YouTuber， 第一反应就是去系统的学习 Final Cut Pro， 想成为设计师就一头扎进 Photoshop 的教程里。那这从根本上就错了。工具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手段，而你真正的任务是创造有价值的内容，而不是成为所谓软件专家。正确的路径恰恰相反，它拥抱一种更高效的哲学， Get your hands dirty， 直奔主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去学习和驾驭工具。请记住，问题是核心，思路是核心，方法论是核心，工具永远是为这三者服务的。这时候有人可能会问，那如果我没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呢？那我想说，没有问题可能是你在 AI 时代最大的问题，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你已经习惯了为别人的问题而活，习惯了被动的接受任务，由他人替你思考，你习惯了在一个狭窄的领域里像一个工具人一样机械的去执行。这可能是一个个体在当下最不应该面对的处境。那视频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乔布斯的名言。 Life can be much broader once you discover one simple fact, and that is everything around you that you call life was made up by people that were no smarter than you. And 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influence it. You can build your own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can use. And the minute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can poke life and actually something will, if you push in, something will pop out the other side, that you can change it, you can mold it. Once you learn that,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那我相信这句话放在今天就再适合不过了。AI 也许会把世界带向不可预测的未来，但作为个体，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亲手把它变成我们的机会。 OK， 感谢你看到视频最后，我相信你也发现了 Vibe Coding 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临时的内容话题，而是我决心投入的长期事业。实际上我现在基本上已经是 all in AI 了。那通过过去2个月在一口新饭实验空间的分享，我意识到为普通人设计这么一个 AI 社群的价值有多么的大。于是我就同我的创作者朋友们一起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社群，就叫用爱发电，帮助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创业者、内容创作者，通过 Vibe Coding 来实现自己的想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完成在 AI 时代身份的转变。那社群链接已经放到了评论区，那这个网站呢，也是我这个不懂编程的小白通过 Vibe Coding 制作的。那截止到这个视频发布社群已经开始运营，社群模块已经完全具备，我们为大家准备的高质量的课程也逐渐的上线当中。那我对这个社群的价值是十分有信心的，这是因为和我共创的所有的朋友都来自于一口新饭社群，这本身就证明了社群的价值，它能把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让不可能变成可能。所以我相信加入这个社群，你获得的不仅仅是资源，更加是新的链接、新的机会。那现在社群刚刚上线，我们推出了一个特别的早鸟计划，如果你现在加入社群，成为我们的创始会员，你将会终生锁定一个最便宜的价格。那随着我们的课程逐渐的上线呢，我们的价格也会很快的增加。那社群里现在已经有100多位小伙伴了，那如果你也想抓住 AI 时代的机遇，那就请点击下面的链接加入我们。那感谢大家的支持和信任，那我们社群里见啦，拜拜。